你说是不是啊，我的朋友？叶鼎之，司空长风。仔细想来，这也只是我们第3次见面。不过嘛，江湖之人，萍水相交，3面，可称挚友。确实挚友，只不过我现在没有朋友了。 你比下面那几个老家伙要强，强不强，也只有打过才知道。可以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虚念功。我也有一招向你讨教。确实一条金龙。青龙变。 真是个霸道的武功啊！不用兵器，不用拳掌，只靠自己的内力真气来对敌。见识了，你比当年我见到的百里东军还要强。哼，但是依然打不过我。这便是真正的虚念功第9重了。听说只有师傅亲历，才能打得过的境界。很可惜，李先生不会来了，因为他和我一样，对这个北离很失望。我们都对这个北离很失望。哦，昔日的天启城朱雀使也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当我成了朱雀使的那一天，我以为会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会使北离变得不一样。等到我们守护的那个人的哥哥坐上了龙椅，我才发现，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循环。所以我离开了天启，回到了雪域。但是，这不能成为我们毁掉北离的理由。只有摧毁，才能重建。为了重建，又有多少人需要流血啊？我已经流了，他们也该付出点什么。行了，走吧。这都是今早刚打上来的。站住！可以啊，来挑一个。你们几个在这干嘛？狼牙，冒犯了，走。师兄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记得上次离岛前，可不是这般景象。我们跟男爵的战争已经开始，自然是要比以往严些了。
玉。二师兄，小师兄，人呢？我已经带来了。战事吃紧，长话短说，尤其是你。哎，好你个刘越，我好歹是师兄，你给不给面子啊？东君，上一次天启城一别，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后来我和军中的军士们说起，他们说，像我们这种上阵杀敌的人，不能说这样的话。说了这样的话，就像是立了一面旗帜，最终这面旗帜将会插在我的坟头。可是我是不信的。你看，如今我说我们会再见，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？你啊，成了冠绝榜上的高手，而我成了北离赫赫有名的大将军。这样的重逢，我觉得很好。哇，嘿嘿，是不是成熟很多？嘿嘿，是。行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说点有用的话吧。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二位师兄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本来要去南绝边境，后来得了柳月师兄的消息，说你们近日要停靠东极海市府，特地赶过来见你一面。许久未见，真应该好好喝上一杯才是。下次吧。二位专程绕道来看我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同我说吧？是。南绝犯我边境，绝非偶然。如今西面魔族猖獗，北面的蛮族亦是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如今北离的处境，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呀。西面有你父亲镇守，我们也马上奔赴南面。但是有的人，军队是拦不住的。东君，我想拜托你。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正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他一错再错。东君，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。好啊，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这个承诺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不尊重你的小师兄啊，大哥。哼，跳，跳。哎，你也叫一声啊。我还真得叫你一声大哥。我之前以为你死了，我没日没夜我睡不着啊。你去天启城之前，你娘亲给我下了毒，你要死了我也得死啊。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解药。大哥，哎，你还真信了呀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要死早就死了。我娘亲是骗你的，雷梦莎小弟弟。告辞。驾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期待我们重逢的那一天，我是不会死在南绝的战场上的。驾！学堂李先生座下弟子百里东君，定不辱使命。
云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听说呀，2月之前，男爵10万大军压境，不出7天，便夺了我们10座城池啊！幸亏琅琊王及时赶到，不然他们一定会一路北上，直取皇城啊！这形势也是令人担忧，担忧啊！我们南城离北境、离皇都都那么远，总兵大人又何须担心呀？啊！这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要随时准备提刀策马，上阵杀敌。今日我就上书一封，恳请总督大人，让我领兵1万，直奔男爵，以为天下之表率。南安城总兵部下不过600，还都是些守城的兵。谁人如此大胆，妄议上官？在下谢轩，乃一介书生，途经南安城，被一场雨困在了这里。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南安城的兵不行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不是你的兵不行，是你不行。大胆！你个小小的书生，竟敢挑衅总兵大人！大人不降，难道你降？书生，我知道你们这帮人自命清高，可带兵打仗，不比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啊。比如说，你会用剑吗？我读过很多剑谱，我还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呢，都是些绝世的剑谱。书生，你若会用剑，今日本将军便饶了你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我的小师叔曾经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握剑。虽然我嗤之以鼻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若当真有一天我真的握剑，会是怎样一柄好剑？唉，没想到是这样一柄平平无奇，甚至有点俗气的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天下从不缺名剑，缺的是名剑士。大人，刚才外面的雨好像停了那么一瞬。你的剑太久没用，连一道剑气都撑不住。剑仙，仙，一剑便成仙了吗？可惜，你说了不算啊。乱世如雨，落下来的时候，谁也躲不开，便只能入世了。明德7年冬，男爵北上，北蛮临江，西域不安。次年立春，魔教正式东征，进犯中原武林。朝上有琅琊王萧若风率军南下抵抗男爵，蜀中唐门弟子唐连月被其揽于帐下。柱国将军雷梦沙改道向北，御敌国门之外。八公子之柳月、清歌、墨尘前去相助。镇西侯世子百里乘风镇守国之西门。朝下，百里东军重归雪月城，为正道魁首，领中原武林抵御魔教。这边可真冷啊！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
接下来我们该如何？我与洛清扬约定，离开天启城后，我们分两路南下，在姑苏城相见。之后，云哥带着文君隐居，我们另做打算。如今战乱四起，北蛮和男爵都响应了魔教之事，只要云哥不出现，真的可以那么简单吗？北蛮和男爵都有自己的目的，叶鼎之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。如今北离三面是敌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是肯定不会轻易退兵的。你班昭胜了他的时候，你是北离的英雄，可你背上他逃亡的时候，整个北离的剑都会指向你。不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会放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嗯。如何了？教主败了，败了，败给了谁？百里东君。然后呢？探子说，百里东君带着教主一路南下，但具体去了哪儿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南下？莫非是男爵？不是男爵，爹爹一定会去姑苏城的。其实爹爹不想做什么宗主，他只想回到那个草庐。还是个小孩子，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你还是个孩子，这些事情就交给我们大人去想吧。我点了安眠草，他太累了，但他毕竟内功高深，还是小声点为好。叶公子想要同我说什么？你应该猜得出来吧？我听说过很多种入魔的形容，却从未见过你这样的。神志清醒，良知也还在，这入的是什么魔？魔头不应该都是失去理智、大杀四方的吗？这魔本就在一念之间。之前的我不在乎天下苍生，更想杀尽所有与我为敌的人。在正道看来，我怎么不是魔？东君，他想要救天下，又想要救我，这不是正道。
也不是魔道，那是什么？是他自己的道。但他的道再大，我也注定无法与他并肩而行。我走了，你不必白费力气拦我，我也不想伤你。可你的伤无妨，东君没有下死手，更何况你也应该清楚虚念宫的自愈能力。好了，等他醒了之后，带着他往西走，走得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。不要再同我有任何干系，我会用我的方式终结这一切。好香啊！来尝尝这个，真好吃。没下雨，你为什么打着伞？是伞，也是武器。传说中的18剑阵，对吧？我倒是挺想一见，只可惜我是想作为你的对手见到。你笑什么？因为好笑啊！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想跟暗河的纸伞鬼交手。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吗？我想和天下任何一个厉害的剑客交手。也对，李姑娘，李公子以后定然是能成为剑仙的，毕竟你还曾2次问见过我们望城山。哎，你看这桃子眼熟吗？这是我们玉珍种的呀。是我多言，是我多言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就想问你呢，兄台。现在可不是吃桃子的季节啊。那可不，我们玉珍在望城山上布下了一个阵，1年4季都可以吃到桃子。偌大的一座山，说布阵就布阵。那看来你这位师弟可非同一般呢。李公子，来，接着。要吃可就快点吃了，说不定这是你这辈子吃的最后一个桃子。来的居然都是一些故人。
好久不见。学堂一别，是好久不见了。但我不会后悔今日一见。叶大哥。 除夕那天，我去了，本想见见你，还是算了。此前你说后会有期，如今又见面了，我很开心。 当年一见，风姿灼灼，本想着向你问剑，可以胜你一招，却未曾想是和那么多人一起过来杀你。人生在世，又有多少事是可以想得到的呢？ 暗河的杀手，我听过你们。听说你开始转伞柄的时候，就是要杀人了。无产！啊！师傅，叶大哥出事了，我去。无产呐，万事有因，必有果，这是他自己的因果。真是我要杀的人里面最难杀的。谢鼎之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玉珍，我驴呢？在这呢，师兄，等一下。快点啊！待会儿我可就下不了山了。让你给我装行囊，你就给我随便打包一下就好了嘛。来，师兄，哎，让我看看你给师兄我带了什么。都是我亲手种的桃。我又不是你，那么爱吃桃。况且这桃，真是给我吃的吗？说什么呢？你不要拿了。
没道理给人的东西要拿回去啊！好了，兄长，我走了。哎，师兄，别想了，你不能去，好好在山上待着。哎呀，想去的不能去，不想去的非摁着脑袋逼着去，真烦人呐！人家老婆没了，讲回来天经地义，我们干嘛非得掺上这一脚呢？要我说，就赖我们师门规定不能娶妻，圈一帮牛鼻子，不解风情，还坏人姻缘，作孽啊，作孽！玉珍，你可不能学他们，以后要是有了心上人，提刀提剑要把他娶回来，啊！哦，你不能下山，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师兄，你还走不走了？走，走，这走了，走喽！师兄保重啊，早日回来。以此山为界，魔教之人休想跨山一步。你说不过便不过，我看还是我们说了算。想不到域外之地竟然还有这么多高手，关键是他们人还多，来了一批又一批。不是他们人多，是你们心太软了，总是伤而不杀。他们回去养一天伤之后，第二天再来攻打你们的山门，当然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喽。是。是你们，暗河？没错，不知道各位正派的朋友是否欢迎呢？他们都要死完了，还不欢迎我们呢？不过小昌河说的对，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，就是矫情。他们都要杀你们了，你们肯定是要杀回去了，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们就是傻。你们暗河至此，该不会只是来嘲笑我们的吧？当然不是了。虽然我们暗河之前杀人只看重钱，但这一次是我们暗河第一次做不要钱的事。因为我们大家长说了，魔教入侵北离，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会影响我们本来就不太好的生意，所以喊我们过来帮助你。你们玩什么花招？我们暗河虽然是杀手组织，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是有国家大义。暗河，送葬师苏昌河。暗河，斗笠鬼苏哲。是不是还少一个同伴？我记得那个人跟你苏昌河形影不离。你说他啊？做魁了，当然不跟我在一块儿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也来，还是主力。暗河，魁。看你们这架势，不会帮完忙把我们也杀了吧？放宽心。不给钱，不杀自己人。景轩，今日的军报都送来了吗？回陛下，刚刚送到。念吧。是。南绝大军此前所占之城，
尽皆被琅琊军收回。虽然男爵兵马仍未退去，但已难成大事。胜。男爵此次本就是虚张声势，况且有若风亲自带军击退男爵，本就是不难之事。西面，西域乱民已被镇压，只是偶有流寇作乱，已不成大器，也是胜。派破风军去镇压这些流寇，委实有些浪费了。至于北面，这封你就长话短说吧。是，陛下。北蛮军是极其可怕的军队，虽然人数不如男爵，但却远胜男爵大军10倍有余，是真正的虎狼之势。但幸得琅琊军全军神勇，又得贵人相助，请陛下放心。贵人？军报上说，贵人名叫君玉，是学堂弟子，拜师李先生门下。李先生？哼，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即便消失了这么久，余威犹在啊。那西北呢？那个地方呢？西北面也传来了信。这西北虽然派的是武林人士镇压，不过这无双城乃是开国皇帝御赐的武城，本就有护国之职。这军书怎会这般随意？回陛下，不是无双城发来的，是雪月城的司空长风。原来是朱雀使啊！这就不奇怪了。上面写什么了？上面说，魔教大军已被拦住，只有一人突围，正往天启城而来，让我们坚守皇城，保护陛下。哼，区区一人，就敢来这皇城里刺杀姑吗？哼，笑话。这个人叫叶鼎之。陛下，锦仙，你怎么来了？看你神色匆匆，是否也是收到了消息，有人要来皇城刺杀姑？请陛下如听见可暂避。不，陛下，锦仙觉得，此番他来皇城取姑性命，还要多久？怕是就在今日。白虎使和青龙使已经在青云台准备迎战。好，那咱们就去青云台会会他。既然他想杀姑，那就让他来杀杀看。心剑有灵，他在害怕吗？不，是兴奋。陛下，刀剑无眼，还请陛下速速回避。来不及了。
心中仙剑传人，好剑，好剑心。好强，他这已经到什么境界了？他其实比起李先生也未必逊色多少。明知我是来杀你的，你还不懂，真是大胆。孤坐得端，行得正，怎会怕你一个贼人？贼人？到底谁才是夺人妻子的贼人？宣妃早就嫁入孤的景玉王府，是你将她哄骗拐走，怎会是孤夺的？宣妃，易文君是我叶云的妻子，我们有约在前，有情在后。萧若晴，是你强迫她嫁入皇室，是你们北离，让她成为权力的牺牲品。叶教主，我实在不想跟你打，不过毕竟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皇帝给杀了吧？所以，来吧。虽然我不想说，但我必须要说，叶鼎之，现在回头还是正道。屁的正道！道法万千，何来唯一之道？我的道，就是守卫姑苏城外那个小草庐。你的草庐已经毁了，但是人还在，只要人在，就能重新盖起来。姬若风，你通晓天下武学，这个叶鼎之，如今这么强大，是否已入了神游玄境？不是神游玄境，只有修正道武学才是一品四境。此刻他已经入了魔道，已是四境之外。看如今神通，应该是鬼仙境。还有谁能拦我？阴中超脱，神相不明，鬼关无形，三山无名，已是逍遥天境之上。某种意义上，可以和神游玄境并驾齐驱，只不过是入了魔道，陷入了心中的执念。所以，虽然看似强大，却充满阴邪之气。我所见入魔之人，都是失了神智的，为何这个叶鼎之看起来这么清醒？看似清醒，却被执念所困。若是国师未出天启云游，今日还有可能解他执念。不过万事没有如果。你的功法竟能压制我的内力。北离朝中居然也有人练过虚念功。你错了，传于北阙的是虚念功，而留在北离的才是虚怀功。两门功法一脉同源，本就相生相克。你真气受损，就被我占了先机。此战是你败了。东君，瑶儿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此行，你不与我们一同吗？我的身份敏感，若是现身人前，
怕是就直接坐实了侯爷通敌叛国的构陷。有道理。等你事情了了，我便来找你。嗯。只是此行怕是险路重重，东君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爷爷身边有几位境界深不可测的影卫，再加上小师兄的护卫。虽然云哥的事，我对小师兄有怨言，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，我都会相信。破封军，恭送侯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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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琅琊王殿下，我们启程吧。你说这老爷子是不是疯了呀？什么单子都接。苏墨云，喂，苏木头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没有心呢？我们要杀的是百里洛尘，闻名天下的镇西侯，连老爷子都佩服的人。咱们要杀他，你难道就不激动吗？你错了。我哪里错了？名单上可不只有百里洛尘，还有萧若风。哎呀，真是无趣。虽然你跟我是好兄弟啊，但是我跟你这样的人合作真的是太没意思了。那你想好怎么行动了吗？你这样一说，不就代表你已经想好了？萧若风才是此行关键。我们先安排20个苏家杀手冲破马阵，杀掉那些不堪一击的金无畏。然后我先去牵制住萧若风，你直接去马车那儿杀掉百里洛尘，最后你我2人合力再杀掉萧若风，简单干净利落，半个时辰就能解决。暗河近30年最大的单子，被你说的这么简单？杀人嘛，不一向都这么简单吗？是你们，
小师兄，这是？他们是暗河，天下间最神秘的杀手组织。你就是琅琊王啊！久仰大名，我叫苏哲。不要紧张，我来此不杀人。暗河拦路，不杀人。你就是木暖丫头吧？这张面皮不错。你的面皮呢？为什么藏起来了？老了，不像你，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我见犹怜啊。这些年在外面过得可好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看来过得挺好，那就好。当年那一战，活着的只剩下我俩了。没想到今日会在此地相见。你的官话什么时候说的这么好了？失态了，失态了。我还想瞻仰一下侯爷的风采。侯爷的风采就先别看了，要不先看看李先生的风采。师傅，您，哎，许久未见了。苏哲老弟，咱们俩也许久未见了吧？原来是李先生啊，好久不见。这个人就是天下第一的李长生。我要是把他给杀了，那我也是天下第一了。那你就是天下第一蠢了。侯爷的风采还需要再看吗？不了，该看的我都已经看到了。长河、木鱼，我们走。师傅，您回天起，咱们再叙旧。我们走吧。传信给第一家主顾，因有李长生，事不成。传信给第二家主顾，因有李长生，事成。怎么样？多年不见，重遇故人，感觉如何啊？当年的经历，现在想起，背后都是汗。方才那个是苏哲，是当年苏家的第一高手。我知道，斗笠鬼啊！但你放心，你现在不是暗河的人，就算是斗笠鬼，他们也不能抓你。既然他认得你，就应该能猜出我们用了面皮。幸亏苏冷模仿得像，不枉费我跟你说了一晚有关师傅的事儿。虽然云哥的事，我对小师兄有怨言，但小师兄给我的每一个承诺，我都会相信。只是，我有我的安排。进来吧。见过小公子。这位是苏冷，我爷爷的贴身护卫之一。他父亲当年同我爷爷一同出征，是阵中的第一细作。哦，细作就是学什么像什么，要假扮农民就像农民，要假扮商贾就像商贾。
这位姐姐最善易容之术，她做的面皮可谓是天下第一，完全可以以假乱真。哦，姐姐，我想请你为我做一张面皮。是假扮谁？他。他是谁啊？果然跟我画的十分相像啊！暗河行事谨慎，他们应当不敢冒这个险。老叔，这一次是什么事情把你从总堂给请出来了？当然是急事了。急事？什么急事？你们走了之后，提魂殿又接到了另外一桩单子。另外一桩单子，一单是要杀百里洛尘，而另一单是要救百里洛尘。老叔，我们暗河接单子向来都是接一不接二的，只要接了第一家的单子，不管第二家开再高的价格，我们永远都不会辩解。是因为什么原因改变了我们家老爷子的想法，让他做出这样的缺德事情？第一，杀百里洛尘本身就太难了，当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第二单的客人身份更加尊贵。陛下，如何了？事成。那便好。可亦有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李先生再次现身了。这第二单的客人，只要他下定决心，那这第一单的雇主就是必死的结局。李长生，李长生为什么回来？他就算回来，为什么要和百里洛尘一起？为什么都要和本王作对呀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殿下，冷静。冷静？你让本王怎么冷静？殿下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有屁快放！李长生，陛下不是也很忌惮他吗？这次他和百里洛尘一起出现，岂不刚好给我们机会，一网打尽？你很聪明，都是帮殿下分忧罢了。分你个头啊！殿下，那李长生是什么人？你说一网打尽，大内所有高手加上国师一起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你让本王去杀了他，用你的头还是本王的头啊！滚！是。这将死之人的钱，大家长觉得，我们不如就顺便赚了吧。唉。李长生。他不是说再也不回天启城了吗？我不相信真的是他。查。是。
文君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云哥，怎么了吗？没事，有只黄鼠狼过去了。叶鼎之，给我剑！叶鼎之，给我剑！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们做碗面。尊使，尊使，您在看什么？非礼，现在是北离的哪一年了？明德5年。姑苏城外草庐里那个孩子，如今也有2岁了吧？非礼。你怎么看？回尊使，若不是您按着，我早就去那姑苏城外了。飞展，你又如何？谋定而后动。你们2个虽为兄弟，性格却不一样。一个做事从不考虑后果，一个则是想明白了才动手，总是错过时机。尊使可是有了什么谋划？是时候了，去找月清吧。二小姐，女人的嫉妒是很可怕的。骑单马喽！还是。这，慢点儿。叶兄弟，小安师，看王叔叔给你带什么了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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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看这是什么？喜欢吗？送给你了。谢谢王叔叔。王兄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哎呀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今天我路过茶寺，你猜我听到什么了？你的好兄弟百里东军，他现在可厉害了。哎，不过这可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他现在正在世外之地雪月城。我知道你一直想去找他，但又碍于你的身份，害怕给他带来麻烦。但是现在呢？他无牵无挂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找他了。可是，雪月城在哪儿？雪月，不如问问老朽啊。老朽与李先生旧时交好，他曾在雪月城落过脚，老朽便知道了雪月城之所在。那太好了，我这就去给东军写信。既然大家都在，今夜就在这里用膳吧。我去给大家做晚饭。不用了，昆仑饮会就要召开了，老朽受邀与会，马上就要启程了。我也是，这次出来的时间有些久了，师门有意，命我即刻回返。吃一饭嘛，就不吃了。小安师。叔叔要走了，你要乖乖的听话，听到没？等叔叔有空了再回来看你，好不好？说话算话。说话算话，来，够。
来跟我说话。哈哈哈哈哈！谁呀？吾有东君，为兄在姑苏寒水寺下结庐而居，且与文君育有一子。余年少结苒，如今重拥佳人，安稳幸福，暂消仇恨。今闻东君于雪月城，特邀你前来一聚。兄叶云，怎么了？是云哥。二小姐，叶鼎之下山去了，忘忧也不在山上。我已经对易文君下了散魂香，现在的他，应该会想起很多不愿记起，也不愿面对的事情。吴相使这香，送得恰到好处。安氏，娘亲，我不是你娘亲。不，你是。师兄。他是萧雨。不，他不是。他是萧雨。他不是。娘亲。原来。此时正是良机。破关，你曾同羽生魔4家奴救出过易文君，有你去，再好不过。等我消息。二小姐觉得我这弟弟能搞定吗？毕竟，您和吴相使的这场棋局，一步接着一步，一环扣着一环，只要走错其中一步，一切可就无法挽回了。不相信破关，难道相信你吗？破关虽然不善言语，但只要他一出手，就不曾失败过。唉，人呐，果然是长得老实一些，话少一些，更容易让人相信呢。云哥，回来了。易姑娘，是在下。谁？我们只见过一次，但还未来得及知会名字。什么时候？那日姑娘从天启城离开，出城前我曾与姑娘见过一面，只是时间很短，大概只有半日。难道你也是羽生魔师傅的家奴之一？不是，我是洛夫都头让我跟出来帮你们的。我叫李飞展。还好你长得很好辨认，不然只见过一面，我还真不一定记得你。进来说吧。
你来是有什么事？原来易姑娘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孩子。你这话是何意？实不相瞒，这次便是洛夫都统让我给姑娘带话了。他说，小鱼小皇子病重。娘亲，恐怕是撑不了那么久了。什么？难怪我会忽然梦见他。副都统让我问姑娘，要不要回去一次，再看孩子最后一眼。他会安排好一切，让姑娘悄悄地入城，再悄悄地离开。我知此事不能让叶公子知道，所以才在他离家之后寻来。去与否，皆凭姑娘决定。洛夫都统也是不想姑娘因此错过，后悔一生啊！若是怕叶公子担心，且留书一封给他便是。姑娘可是还有什么顾虑？安氏一个人在这儿，我有些担心。叶鼎之何时回来？看这天色，应该是快要回来了。一定要赶在他回来之前离开吗？他若是知道姑娘前去做什么，会轻易让姑娘前往吗？罢了，我已知道姑娘的决定，那便如此吧。等等，让我再想想。易姑娘，不是属下不愿意等，只是那小殿下的病，恐怕等不了姑娘这么久了。若是真的不好，飞展还需尽快回去，帮助副都统料理一下小殿下的后事啊。安氏，娘亲要出趟远门，不过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到时候还会给你带一个哥哥回来。远处有动静了，怕是他回来了。放心吧，这么一会儿，小安是不会出事的。走吧。瑶儿，没什么，就是想到了父亲。东爵，我自小与父母分别，对于我父亲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。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过节，我想去街上看花灯，我父亲
就和我佯装成普通百姓的模样，混入灯会。他会将我扛在肩头上，他的肩膀很宽厚，很温暖。与父亲的重逢，真的太短暂了，像是一场梦境。你说，要是我早日打开那扇门，是不是就可以劝劝父亲了呢？瑶儿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多顾及你的感受的。我们都会责怪心中的自己吧。不过，终究是要向前看的。到了，瑶儿，你看，东面的天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星辰，瑶光。帝君，东升瑶光，西起帝君。暗潮停了。蓬莱岛，我终于到了，真是感慨啊！莫一前辈。许久不见了，前辈还是这般的风神俊了。前辈，你说说你，都40好几的人了，还顶着一副17、18岁的皮囊，羞不羞？你怎么不问问你师傅，100好几的人了，顶着个17、18岁的皮囊羞不羞啊？真是个不善良的小孩，难怪武功全废了。前辈不愧是神仙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怎么被废的？伤心事了，不提了。还是年少啊，这有什么值得伤心的？小百里，你练的内功叫什么？秋水诀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。这的确是一门很厉害的内功，但还不够，还请前辈教诲。如仙见秋水，心生感悟，创秋水诀。可这毕竟是他的感悟，你练得再好，用得再熟，也终究逊色如仙几分。再者，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这本就不够。随我来。
你师傅呢？我师傅出门远游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这怕是很难再回来。前辈此话怎讲？你师傅去了北面，极北之地。我师傅去做什么？那我来这里又是做什么？前辈，如今我武功尽失，你就别再说这种高深莫测的话了。武功尽失，又不是脑子没了。天外更有天，武之一道，所求无尽，所成亦无尽。越强的人，责任也就越大。北面的冰原，西面的荒漠，东面的无垠大海，南面的万众大山，人间绝境，四方圣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去镇守一方的。我？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。越过石碑，你就能看见真正的绝境。天无尽头。以前的人留下来的是“天尽头”3个字，可我觉得，所谓尽头，不过是我们的目光有尽头，而并非真正的尽头。所以我便改成了“天无尽头”。那边就是另一个世界了。去吧。古籍《山海图志》里说，在天尽头，是一处深不见底的悬崖，缭绕云雾在那里汇聚，竟如海水一般奔流而下。急速的奔流燃起火焰，将整片天空烧得通红。另一本古籍《天风野录》里说，这天之尽头，每当有盛世来临，会有众仙来朝，万佛参拜，是绝世仙人之住所。我想，这写书之人一定来过这里。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。这云雾背后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或许确是仙人佛祖，或许不过是虚梦幻影，又或许真的到了天的尽头。这不是我等可以探求的了。现在，你可知为何我说百川贯河还不够了吧？千丈云海奔流而下，光听声音，便如千万匹骏马踏碎荒原。假使这是一片无垠海面，一望无际，哪怕是用最快的船，日行千里，行上1年、10年，也无法看遍整个云域。世间万物波澜多彩。有太多未见过的景，未见过的物，所以说，只看百川归流入海，还不够。是极是极。秋水时至，河伯自傲，但是在这大海面前，却也只能望洋兴叹，更别提这无垠云海。可在这极景之下，也不过尔尔。内力没了，便重新再练。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你的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只要路还没有走完，就还可以回头。如先见秋水入河，
便创出秋水诀这样高深的内功。如今，你见这极地绝景，是否也该创出更加高明的功法呢？你是说，光看这奇景，便能创出一套内功？可你看的不只是奇景，还有天道。未来的日子，你就在这石碑后，好好想想你的内功。前辈，你可是认真的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万物皆有道，你能临着天道锤炼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好好珍惜吧。莫一前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观海，潮起潮落，真如人生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温和有礼的人，妹妹随我一起长大，也曾天真烂漫。可能是人生太长了吧。走着走着，心就乱了。我们活在世间，或许一直在摸索自己想要什么。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关系，但一定要清楚自己不要什么。抛下自己不想要的事情，一切事就会变得明朗起来。前辈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讲大道理的老师？我都有些不习惯了。唉，年纪大了，看到有缘的年轻人，便忍不住多说几句。放下吧。云哥，云哥，云哥，放下吧。云哥，云哥，云哥。舒服。你说说你，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，怎么真气运转一下，还抵不住这点寒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总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。今天可是新年啊！司空长风那家伙，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，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，怎么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！哟，这么巧啊！这种日子呀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简直再过神仙。哎，司空长风，几年不见，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？
百里东君，几年不见，不喝热酒，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。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是新年，我特意多备了几坛，不醉不归。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。7盏新叶酒有没有？我哥好多年没喝了，天天想着念。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。行吧。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？什么审美？这好好的银月枪让你给糟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，本身就是乌金色的。枪倒是个好枪，不过看着也没比银月枪强多少啊。用顺的枪为何要换？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？自然是听说了。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，略占下风，全身而退。还略占下风，损不损呀你？不过这故事没说完，我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枪断了。那天，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，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，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，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！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，结下来的情谊，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。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这么说吧，我平生所见之人，只有1人比他强。师傅。对。不过师傅施展全部功力时的感觉，和叶鼎之的不一样，很奇怪，形容不上来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到时候以剑试之，不就知道了。二师妹，你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还故意压低嗓音，下次好歹披个面纱什么的，像柳月师兄那样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一见面大师兄你就嘲笑我，早知道我便不来这里了，还不如多教训几个魔教的恶人。我哪敢嘲笑你啊！快坐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因为这样显得更有杀气。行行行，你这把剑可是剑谱排行第3的铁马冰河，拿着它，哪怕你是3岁的孩童，别人见了都会觉得你杀气毕露。我听说你在来之前在东极海市府。是啊，我看到你爹了，他废话还是那么的多，你就放心吧。放心什么呀？谁要问他了？嗯。把酒都倒满啊！来。来敬你。好。来敬你，快，今天。好。好酒量，再来。谁在这个时候吹笛子啊？听着还挺动听，而且没什么敌意。那就好好听听吧，美酒配笛声，妙哉妙哉。哎，司空长风，我去仙山前听说你要成亲了，你可有收到我的信？等我回来。有事哟。大师兄，你这信可来晚了，他刚抱得美人归，猴急着呢。你信送来的时候，人家早就成亲了，现在女儿都抱上了。哎，喝什么酒啊？别喝了，这么不仗义。别呀，这么好的酒我不喝谁喝啊？可别浪费了好酒啊！你别生气了。自然是有人喝的。外面的客人，要不要进来喝一杯？
主人未请，不敢进。客人不曾说出姓名，主人又如何敢请啊？我的名字很普通，不如里面的各位。就算说出来，你们也未曾听过。他不像是魔教的人。百里前辈又未曾见过我，又如何判断出我不是魔教的人？因为你身上的气息太过平凡，而魔教之人总是自命不凡。主人允了，进来吧。遵命。我叫叶小凡，不知小叶兄弟来此有何贵干？叶某不才，也想加入雪月城，一起对抗魔教入侵。哦，加入雪月城可不简单。二师妹，试试招。等很久。女人这么冷可不好啊。是啊，这得全天下最暖的人才能降得住她。有几分能耐？还没完。这剑法，你方才说你姓叶，其实我本不姓叶。可是叶姓从何而来？我们村里以前有过一个懒汉，一天到晚只在树上睡觉，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土匪，他就从他睡觉的那棵树上随手折了一根树枝，跳下来把土匪都打跑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就成了村里的姑娘们最想嫁的男人，好多小孩吵着闹着要和他学舞，但他只交给了我。不过，我从来没有管他叫过师傅，因为我希望有一天，他能做我的姐夫。这个人，便叫叶小凡。那为何你现在叫叶小凡？后来，他从村里走了，我问他我要去哪里找他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他说：“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”我就说我叫叶小凡，他定会来找我。你叫叶小凡，那他怎么的？他说他会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，以后便叫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你是魔教教主的徒弟。小姐，小姐，我现在还是你们的小姐吗？小姐永远都是小姐，即便是教主，他若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也是会拔剑的。可曾经站在我身旁的你，为何也决定对北离拔剑呢？教主对雨季有救命之恩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和雨季一直觉得，无相使无法带领我们真正的打败北离。
所以此前的行动我们颇有优异，但教主不同，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，他便整合了域外的32宗门。小姐也知道，域外32宗门在北阙时期便是独立为政的宗门，想要整合，更是不可能而为之。但教主做到了，他值得我们毕生追随。是不是男人都这样？信奉强者，信奉力量，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英雄路。我父亲是，吴相是，就连你们也是。毕竟，每个人都向往美好，不想永远待在这苦寒之地。我们来此，本来是想要迎回小姐，但这句话还未开口，此事似乎就已经没有这可能。我不想看到任何战争，即便我承认，现在的叶鼎之的确可以带领北阙移民回到这片大陆。小姐的内心，我们一直都知道，可是这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私心的。我有私心，齐宣有私心，域外32宗皆有私心。小姐，你也有私心。哦，什么是我的私心？你的私心叫百里东君。韩一，我认识的叶大哥，不会成为魔教教主的，他一定另有隐情。我想加入你们，亲口问问他的隐情。我听说今天下午，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剑客，独自一人击退了魔教的一次进攻，那人是你吧？是，我把他们都击退了，并且告诉了他们我的名字，叶小凡。我等他来找我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雪月城的叶小凡。大师兄，怎么我刚出去没多久，就来了这么多客人？瑶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新年了，我去见了2位老朋友。别愣着呀，快坐。来，今天过年，不醉不归，喝酒，干！撤！我回来了，娘子。哎呀，我早都想回来了，可是张屠夫说呀，今儿杀了猪不带毛，非让我留下来喝一杯。我这喝一杯就喝一杯吧，他喝着喝着又唠起了自己病死老婆的事情。娘子，我给你买了最爱的糯米团，还有桂花酿。奇怪了，娘子这个时候也不会出去。还是醒了？娘亲呢？不知道。
吾父夜云：吾近日常有噩梦，梦及吾与萧若锦之子萧雨。梦中萧若锦因吾之故迁怒于他，对其百般折磨。吾心中不忍，恰逢师兄派人前来，预祝吾将其从天启城中带离。吾惧你不允，私自上路，还请勿怪。不日将归，勿念。你说，叶鼎之看到信后会如何？草庐会再踏一次吧。因为不管什么原因，叶鼎之知道，他回了天启，就回不来了。叶鼎之一定会像发了疯一样赶去天启城吧？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拦住他。许久未见了，滚开！好大的怨气啊！我可是赶了很远的路才到这里的。还是找棵树在后面等爹爹，不要上前。去。好。我说了，滚开！哟，真生气了。好啊，那你就拼尽全力来杀我吧。只要你能杀得死我。魂官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这是真的也想感受一下这虚念功的威力呀！虚念功第3重，我不如你，没有什么天生五脉。我苦修这么多年，虚念功也不过才修至第3重，可就凭这第3重，足够我今日把你打趴下。生死印，真当自己是判官，能定我的生死？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入魔，可这世道只有逼我入魔。叶鼎之，死！给我死！叶青，飞离，还好，只是断了几根经脉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以你的体魄，妄用虚念功会让你的经脉断尽而亡的呀！
好不容易偷偷练了些，要用一次再尽兴。爹爹，爹爹，你们是爱我，爹爹。错了，小子，你爹走火入魔了。现在只有我们才救得了他。云哥，你的好兄弟百里东军来了，还不速速给我接风洗尘？这。吁！我们来晚了。驾！吁！东军不好，叶鼎之被天外天的人带走了。我已经把体内的3处训练功尽数传给他了。他什么时候能醒？3处训练功呢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消化得了的。那你呢？若想要恢复到之前的状态，恐怕要个1年半载的吧。该死的李长生！当日暗中究竟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伤势还不见好？怎么了？无作事，有从天外天来的人，快要进宣城了。来的人是谁？是魂官飞离，还有2小姐。不过看他们的样子，似乎正在被人追杀。是谁在追他们？是大小姐，还有百里东军。是镇西侯府那个百里东军吗？是的。好啊，很好。我正想要去找他呢。当日在天启城没能把他杀了，让李长生那个混蛋折磨得我好苦啊！驾！姚二，前面有一座城，我感觉他们应是往那座城去了。宣城。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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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这是？喘气儿呢，活着呢，没事吧？小伙子怎么了？好痛啊！粗鲁，你还不快让开！想死吗？这位小友，此行可是往北呀？关你何事？阁下是谁？为何要拦我们的路？在下是个读书人，一心想去这最北边的千里冰山、万里荒原去看一看，不知可否搭一搭你们的马车？这位小友，还有里面那位，可否愿意啊？不愿意。啊！去！谁骂我？
啊，算了算了，肯定是搞错了。这长相面貌和师傅说的大差不差呀，可是脾气却完全不一样。莫不是师傅他老人家又骗我？啊，算了算了，肯定是搞错了。我不和你们同行了啊，你们先走吧。走。去。脾气太重。去。哎，你看着点路啊你！没教养，把人家衣服都弄脏了。粗鲁！你个狗娘养的，你就有教养。欠老娘1个月的酒钱，每次都赊你大爷呀！三娘，非也非也，我不是没钱付酒钱。你想啊，这酒一喝，钱一付，咱们俩这关系就断了。一想到这儿啊，我就心痛。呸！给钱了就不疼了。伙计们，给我打！哎，三娘，我是个读书人啊！往死里打！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有话。站着！这世间所有的动情，都是因为真心。三娘，我对你的真心，你为何就感受不到呢？感受你大爷！伙计，你练过呀？老板娘，这咋弄？啊！不会真死了吧？嘿嘿，没事儿。三娘，你还是关心我的吧？你看你那死样儿！其实真的挺痛的。哎，我名字里不带三，在家排行也不是老三。你为何见了我总是三娘三娘的叫？一双珍秀龙烟眉，比起花容胜3分，所以你叫三娘。你呀，总是文绉绉的，我也听不懂你说啥。因为我是个读书人嘛。没见过你这么邋遢的读书人。哎，不用。这，这回总应该是了吧？这位先生，可否让一让？我们有急事。这位小友，此行可是往北啊？是道士。在下是一介书生，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去北边看看千里冰川，万里荒原。可惜没带盘缠，不知这位小友可否载我一程？我们去北方可不是游玩的，更可能有生死之危。先生若想同行，怕是不妥。哎，妥的，找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。这，三娘，我走了。嗨，记得下次回来，把那酒钱补上。
酒喝了钱未付，这缘分就断不了。走了，这。